你和另一个人一起被困在了一个被遗弃的小岛上，你们两人正在掷骰子决定最后一个香蕉归谁。你们共同制定了以下规则：两人同时掷骰子，如果其中最大的数字是1、2、3或4，玩家1胜出；如果最大的数字是5或6，则玩家2胜出。让我们看看两种情况：玩家1胜出，玩家2胜出。你会想成为哪个玩家？乍一看来，玩家1占有优势，因为4个数字中只要有一个最大，他就能够胜出。但实际上，玩家2有 56% 的机会在每局中胜出。一种证明的方法是列出所有掷2个骰子可能得到的组合，然后数出每位玩家胜出的局数。这些是黄色骰子可能掷出的所有结果，而这些是蓝色骰子的。在表中每一格都表示一种可能的组合。如果你掷到了一个4和一个5，我们会在这个格子中标记玩家2胜出。如果掷到的是3和1，则在这里标记玩家1胜出。总共有36种可能的组合，每一种都有完全相同的机会发生。数学上这样的情况被称为等概率事件。现在我们就能够知道为什么我们的第一印象是错误的了。虽然玩家1拥有4个数字，而玩家2只有2个，每个数字会成为最大的数的概率却不相等。1只有36%的可能成为最大的数，但6则有36%11的可能成为最大的数。在这些组合中，玩家1会胜出，而在其他组合中，玩家2会胜出。在36个组合中，玩家1胜出的情况有16种，而玩家2则有20种。你也可以这样思考，只有骰子被掷出1、2、3、4的时候，玩家1才会赢，因为掷出5或6的时候，玩家2会赢。一个骰子掷出1、2、3、4的可能性是4/6。每次掷骰的结果都是独立的。你可以将这些独立事件的概率乘起来，算出联合概率。2个骰子掷出1、2、3、4的联合概率为4/6乘4/4等于36/16。因为两方总有一方会胜出，玩家2胜出的概率则是36/36减去36/16等于36/20。这些数字和我们刚才列表得到的结果一模一样，但是这并不代表玩家2一定会赢，或者说在36局中，玩家2不一定会胜出20局。这就是为什么像掷骰子这样的事件是被称为随机的，即使你能够算出理论上每种结果的概率，如果你只是试了几次，你还是可能不会得到期望的结果。不过如果你尝试足够多的次数，某种结果发生的频率，比如玩家2胜出，将会接近它的理论或然率，即我们刚才列表所得到的数值。所以如果你一辈子坐在那个小岛上玩掷骰子，玩家2最终将会有 56% 的胜出率，而玩家1则会有 44%。但是等到那时候，那根香蕉肯定早就没了。通过这些视频继续学习，并且不要忘记订阅，千万不要错过学习新东西的机会。